这个金发女孩叫做大花，此时的她正假装问路，同伙则顺走了摄像镜头。画面一转，她故意碰洒了水杯，然后细心的擦洗衣服。男人被迷得失了心智，丢了包还全然不知。看到这儿，你会发现大花是个专业的小偷。只见她一路走一路偷，短短的几分钟内作案次数多达8次。而大花除了是个技术流，她还热衷于仙人跳，这种不需要技术，只靠美貌就能骗钱的下三滥手段。这完，她便略施小计，勾引到了一名黑人男子。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床上，与此同时，一名持枪男子也闯进了房门。男人当然是大花的同伙，但此刻的自称是大花的丈夫，威胁、恐吓等等一系列的敲诈流程，男人和大花早已驾轻就熟。不过他们这次却挑错了对象，原来黑人名叫老黑，是道上有名的神偷，而他早就看穿了两人的骗局，只不过是看大花姿色还不错，才甘愿陪两人玩玩。事后老黑找到大花，说可以收他为徒。大花心想，便宜师傅谁能不要啊？但前提是你得真有绝活，于是就让老黑现场展示。Very clever. The human brain is slow, and it cannot multitask. Jesus. When看着自己的戒指第3次被老黑拿在手里，大花被骗的那叫一个服服帖帖，接着开开心心的当场拜师。而老黑这个师傅也很靠谱，第2天就带大花开了眼界。两人来到了机场，老黑突然翻脸，对着大花就是破口大骂。一时之间，游客们全都看起热闹，而恰恰就在这时，老黑的手下们集体行动，利用游客们的精神不集中，偷走了一大批的行李。而老黑之所以能有一个如此严密默契的偷盗团伙，离不开他的缜密细心。虽然偷的东西多，但从来不私自留下，所有赃物必须尽快处理，即便是美女徒弟开口也不给面子。 Oh, do you think that maybe I No. Sell everything. Take no chances. 高效、专业、分工明确，不怕小偷成员多，就怕他们讲原则。眼看生意节节攀升，老黑还召集了小弟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，说过几天会有个大动作，这把要是成了，就能挣个几百万美金。老弟原本以为能骗几百万美金的地方，要么就是赌场，要么就是股市，万万没想到啊，老黑口中的大动作竟然是和别人打赌。赌的东西也很莫名其妙，猜猜看会有几个男人忍不住回头看这个性感的美女？老黑说3个，大花说7个，还有个凑热闹的亚洲人说应该是5个。而事实证明，还是女人更了解男人。如大花所言，真的有7个男人忍不住偷看。亚洲人愿赌服输，按照赌约付给大花10美元，但同时也激起了他的兴趣。他们几人正在看一场橄榄球赛，于是亚洲人提出了新的赌局，赌一赌接下来的比赛哪个队伍会赢得胜利，赌注则升高到了1000美元。老黑同意了，然而这次赢的人却是亚洲人。老黑面色铁青，但还是拿出了钱，不过他不服气，还想和亚洲人再赌一把。结果他又输了，然后就是再赌一把，再然后就是一把接一把，赌注也从1000美元攀升到了10万美元。一旁的大花明显坐不住了，他劝老黑就此停手，还说不是有大动作吗？不能因为小事影响大事。但此时的老黑已经输红了眼，根本听不进去大花的忠告，越赌越会输，越输越想赌。一个着了魔的赌徒不把自己输的倾家荡产是不会停手的。老黑也是如此，很快他就输光了大半身价。一旁观战的大花更是被吓得腿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但这还不算完，只见老黑再次开口说想一把定输赢，一次性赌800万美金。亚洲人说，我为什么要和你赌？我已经赢的够多了。老黑回道，这次我们不赌输赢，你随便选个球星，我们赌他身上的球号。听闻这种自杀式的赌局，亚洲人答应了老黑，因为整个赛场上的球员少说也得有40-50号人，老黑赢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就连大花都劝老黑，哥呀，咱收手吧，骗点钱的不容易呀。老黑依旧没有听。这边亚洲人选完球号了，该轮到大花猜数字了。此时的他很紧张，因为一旦猜错，不说两人都得变穷光蛋，就连能不能活命都尚未可知。因为老黑根本没有800万，而这个亚洲人一看就不是个好惹的主。就在大花焦头烂额之际，他竟然在球场上看到了同伙老肥。一时之间，大花明白了什么，似乎这个赌局就是老黑口中的大动作。于是大花果断地选择了老肥身上的55号。结果也是不出他的所料，亚洲人猜的还真就是55号，他赢了800万美金。事后两人回到了车上，大花显然还没缓过神来。老黑解释道，自己早就盯上了亚洲人，他是一名传奇赌徒，而为了让他准确的猜到55号，自己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机。首先就是要在他的日常中频繁的出现55这个数字，目的则是加深他的潜意识。不过这样也有危险，但老话说得好，富贵险中求。大花听完后五体投地，直言想
一辈子跟着老黑，不料老黑呀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在甩给大花一笔钱后就人间蒸发了，而这一走就是整整3年。3年后，老黑再次现身，他找到赛车公司的老板，想要搞一笔大买卖。老黑对老板说，自己可以伪装成你的员工，之后会在公共场合中和你发生矛盾，装作夫妻出走的样子，这时你的竞争对手们一定会找到我买你的赛车方程式，当然我会卖给他们假的，在之后到了比赛时，我们就能确保你的车队夺冠，到时候除了奖金，咱俩还能在外围里疯狂捞金。老板听完觉得挺靠谱的，当晚就让老黑参加了一场名流宴会。而按照计划，老黑则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老板大吵一架。正犯愁呢，时机就来了。这个一袭红裙的美人，赫然就是3年未见的大花。而他此时竟然和老板搞在了一起，老黑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，当即就假戏真做，狠狠地揍了老板一拳。这一拳可把老板打懵了，你的小子眼里也太认真了吧。事后老黑找到了大花，解释当年的说走就走，因为老黑认为身为一个骗子绝对不能有软肋，可自己却爱上了大花，所以才为了事业抛弃了爱情。而为了追回大花，老黑还花高价买到了当年大花想要留下的项链，不得不说真是有心了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娘们一直在坚定，爷们忽悠也迷茫。这晚大花就抛下了老板来和老黑一续前缘，而老黑这人也真不讲究，他不仅拐跑了老板的女友，还毁了老板的生意。这天竞争对手找到了老黑，出价300万美金购买方程式。不过老板不知道的是，老黑卖的是真品，而且他不单单只卖了一个，而是卖给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们。不过老黑还是棋差一招，就在他和大花即将离开时，老板找到了他们。此时得知真相的老板恨不得把老黑活活掐死，但他还有一个疑问，那就是自己的方程式可是经过了层层加密的，就算是顶级黑客也不可能实现远程偷盗。而事实的真相则是，老黑送给大花的项链里藏着一个无线接收器，所以每当大花和老板见面时，他都能远程读取数据。时间一长，方程式自然而然的就被破解了。看着心上人侃侃而谈，也不知道大花作何感想，但老板已经想明白了，干这样的老黑必须死啊！手下立刻心领神会，抬手就给了老黑一枪。之后老板逃离此地，留下手下清理现场。而接下来的这一幕也是全剧里最大的反转。只见手下并没有毁尸灭迹，反而给大花松了绑。再一听两人的称呼，大花都开始怀疑了人生。 You die with the lie, Mello, and you still just might. Oh, you don't call me Mello. You're his dad? 老人不仅是老黑的继父，还是他偷盗之路的启蒙人，而这两人早在3年前就要偷取方程式了。为此老人还特意隐瞒身份，给老板当了3年的小弟。不过有时候天算不如人算，谁能想到老黑会遇见大花呢？但这也让计划变得更加顺利。而电影的最后，大花不仅没有因为被老黑利用而感到气愤，反而对他更加崇拜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带着大把的现金，过上了神仙一般的逍遥日子。这部电影叫做《焦点》，剧情上有多次反转，高潮可谓一个接一个。但老弟还是想提醒大家，看电影也就图一乐，真想过上富足的生活，还是要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呀。